好了，那么今天小狼再给大伙儿做一个童年回忆的超级玛丽的变态玩法。之前咱们做过啊，就是全金币收集啊，这次咱们做全道具收集，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奖命的蘑菇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小变大蘑菇和花啊，当然这个就无所谓了，因为包括这个花之外呢，咱们都知道啊，花呢其实就是你变大之后吃出来才是花，否则你要小的话顶出来的就是大蘑菇啊。再有呢，一个是奖命蘑菇，一个是变大蘑菇就是花，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小星星。这些道具的搜集，也就是说基本上要把所有的能搜集到最多的你比如说你要变换路线的话，可能这边也有，但是那边没有，但我就走这边，那边我就不走了，或者这边有两个，那边有一个，我就走两个了。也就是说搜集道具数最多的，这个跟咱们的金币没有关系啊。好了，可以看到，那么刚才你们也看到啊，这个地方有加这个星星的啊，包括像花，刚才这两个花开局这有一个奖命蘑菇，小绿蘑菇啊，奖命的，这蘑菇也是要搜集一下，这地方也是有一个花，然后直接过图。通常咱们都是在第二关这个地方卡 bug， 然后进第4-1啊，应该是要这么进，但事实上咱们就不用这么卡啊，咱们正常的就需要搜集道具，所以说从第一关一直打到第8关尾，而这个就是第一关刚刚打到了第3小关。基本上这个意思。小的时候呢，很多人家里都有超级玛丽的卡带，然后很多这个卡带啊，很多人就玩的时候呢，就觉得，我发现有好几种超级玛丽的版本，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你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关不一样。好了，这个地方是直接踩了一个 bug。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受用的一个特点，在它马上啊，在这个乌龟马上要掉下去的时候呢，咱们通过跳起来踩它，然后呢进行一个穿墙的效果，这样的话直接就可以过图。当然呢，这个小 bug 呢，建议啊，还是要用这个 TAS 的方式去完成，用人脑完成呢，不是不可能啊，确实有点太难。然后这个地方只需要一直摁住加速呢，一直冲就可以面对咱们的库巴，然后直接用炮弹给秒掉就可以。它的承受咱们的小火球伤害呢，应该是4下不是5下，我忘记了啊。反正呢，总之呢，就先打2下，然后突啊，就这样的就可以。然后第一关的4个小关直接就完事儿。道具搜集啊，你看现在基本上就是除了花就是奖命蘑菇，然后再呢就是小星星，因为咱们不可能会贵啊，所以说就搜集就好了。好了，这个地方也好漂亮，它是搜集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升天树。爬藤树，然后利用这个树的这个 bug 呢，迅速窜到屏幕右边，然后拖出了一个这种远屏幕啊，远端屏幕。这种好的这种玩法非常的变态，他用通天术呢通出了一个远端的屏幕之后呢，抓住这个国旗还能从左边再出来。很多 bug 啊玩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炫酷啊，基本上就是毁童年那种，你根本就看不懂。当然呢，这个玩家嘛啊，包括咱们搜集金币的那个大神，以及咱们做这个游戏的大神都一样啊。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火，就是要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啊，我一定要把这个游戏玩到极致，一定要玩到最好。就相当于咱们干什么东西的时候呢，玩这个，比如说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哪怕这个东西有够无聊，但是我也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玩到最好。应该说呢，这个咱们的这个毅力啊是非常非常可敬的啊。当然，事实上呢，就咱们普通玩家来讲，是不会这么闲了没事去研究这个东西啊。来看看，好的，这是直接从水里面钻出来，然后直接过图。有很多小 bug 啊，咱们就不用去做这个做讲解。但是像刚才那几种啊，都是非常特定的。至于怎么弄出来呢？其实还是有一定技巧，包括咱们的小跳踩那个无限奖命的那个乌龟也有这个效果，但是事实上咱们就没有这个必要。你包括它正常走的时候呢，有反跳，你看啊，有反跳，这也是非常的皮。好了，来看看顶蘑菇。其实很多人都说是拿头顶蘑菇，不是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拿手顶。好的，又是踩了一下，这又是形成了一个小 bug， 看不看见？就是基本上给你有的踩的东西啊，你踩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过图。现在有很多玩那个超级玛丽的
这个就是那种掌机版啊，有好多就变态的，他已经把这些玩法都纳入进去了。人气还是非常非常有的，但是大多数都是主播在玩，很多菜鸟他不愿意玩啊，就是他喜欢看主播挑战，然后主播失败了怎么样，成功了怎么样啊，基本上是喜欢看被虐的。而那种类型游戏呢，它的受众呢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这些比较喜欢看 bug， 喜欢看利用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技巧来完成的东西。好了，可以看到第3关，基本上搜集的话呢，大概上你看这咱们走地下的话呢，地下一定是有一个可以搜集的东西，否则它不会走这个地下的。可以看到刚才是搜集了一个花。好了，奖命蘑菇一个星星、奖命蘑菇、花还有通天树啊，这些都是可以当做，你看像这个通天树都可以，但是在第2关那个通天树呢，咱们就没有打出来啊。所以说它应该是没有把这个当成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通天树这个道具来搜集，因为或者说是它不至于。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踩完这个乌龟之后呢，直接就是一个过图，完全就没有扒国旗的意思。再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呢，也是，基本上你卡带里面的各种版本的超级马里奥，比如说100合1里面，其中里面一共有几种，它很可能就是说把这些关拆开了，然后让你去玩的啊，并不是说不是一个游戏，只不过把关拆开了让你玩。还有就是你选那个魂斗罗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说选那个就玩游戏玩那个散弹魂斗罗。我们都俗称为散弹魂斗罗，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都是从第1关开始玩，有的默认一上来是小子弹，有人默认一上来是 M 的那个机枪子弹，有人默认一上来是 F 或者是 L 以及散弹枪，也就是 S， 也就是傻干啊。正常来讲呢，这个基版里面就不一样。所谓的散弹魂斗罗呢，一般都是比如说100合1，咱们一般都是第30几关啊，一般都很多人都调到30几关，上来呢直接就是好的。这个地方也是用一个小技巧。每次过国旗的时候都要玩一个 bug 啊，这个玩家很皮，都是要与众不同的。所以说玩到30几关呢，可能默认一上来就是散弹的魂斗罗，就比较好，比较喜欢玩嘛，就不，而且他只要死了之后，一上来还是散弹，不是说你死了之后呢，一上来还是小紫豆子的枪，所以说那个就比较简单嘛。小的时候用那个来通关的话，就算死人也无所谓。好了，可以看到应该是4下就能打死，如果没有看错的话。Thank you, Mario.But 什么？反正我不是公主啊，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啊，就这个意思。好了，这个地方这是个小技巧，从管子里面穿过去了啊。然后屏幕的中心变了，看没看见？屏幕的中心变了。之前咱们正常是要在屏幕的中心的，现在也是屏幕。好的，又利用一个小技巧之后呢，咱们直接就是卡住了这个位置，上来整小，然后再变大，再一吃。好了，你看没看见？为了做这个道具搜集啊，它是直接先卡出自己的一个身位，把前面的那个花给吃了。尽管自己变小之后呢，吃花再变大，然后马上再走回来呢进管。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搜集的技巧。你很简单，这个如果说你认为咱们要去这么去做的话，那就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搜集这个东西，就要把我能搜集多少个就要搜集多少个。像刚才那个他的套路就是这么玩的，否则啊，你像咱们正常去想，哎，大不了我就少吃一个呗，那不行。对于咱们这种玩家的这个搜集的这个欲望来讲啊，肯定是不会扯的。好的，可以看到这个通天树的话没有搞定啊，没有搞。这个就是我说啊，之前我说的，像这个第2关，就第4关的第2关，它是应该从这儿走的话呢，就是直接走8-1了啊，直接走8-1了。但是呢，这个通天树呢就没有打开，其实也挺浪费时间的啊。好了，再起跳，都是以屏幕为中心。一旦卡出了那个平移的 bug 的话呢，像刚才它第一次是卡到了屏幕的右方75%左右的位置，然后呢第2次接着用管呢卡到了90%的位置，这样的话呢直接就是人物在前，卡住屏幕之后呢还能再往回走。如果不卡出来这个位置的话呢，就会很难受啊。好了，一顿跳。能吃的金币看得出来，它还是都要吃的。好了，再下图，这应该是会放一个炮吧？这个 time 的尾数是136的话会放炮啊，如果是1的话就放一个炮，3个就是3个炮，6就是6个炮，9的话呢就满脑都是炮，9的话就没有，只有这3个有啊。
好了，一直摁住加速键，一直摁住这个加速键，还能回头开枪，这个小设定啊，真心是皮了。好了，快速移动一个平移穿墙 bug， 而且在这个位置上直接无视咱们的这个火球了。这个 bug 好像原理呢应该是说得通，至于小狼怎么去解释啊，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可能有一些超级玛丽的大神呢可以研究出来到底怎么回事，还可以给我讲解一下，也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啊，或者是在小狼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啊，在公众号当中搜索小狼解说，关注一下就好了。好了，看看再一顿前跳，这个位置上吃星星无敌，跳的时候一蹲感觉非常可爱。好了，又是一个穿墙，这样的话应该是60%平移。应该是一个60%平移吧？你看屏幕的这个中心点不一样，还是蹭的位置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是5-1、5-2，只要你想啊，待会儿你想就知道了。只要你是研究成功了这个具体的玩法，然后套路玩清楚了，用 TAS 呢表演还是非常简单的啊。当然呢争分夺秒没必要，就是为了搜集这个道具，玩的流畅一点呢更舒服一些。好了，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让自己可以变身啊，这个无敌，包括吃花，到后期就是加分，尽管没有什么卵用啊。接下来是5-3，它不跳关，咱们如果正常来讲啊，可以计算一下、统计一下到底吃了多少东西。其实呢，这个游戏这么玩吧，大伙看啊，就相当于从第1关到第8关这么看了。我记得以前有做速通的啊，比如说做这个正版的速通就是5分钟，已经打进，据说已经打进5分钟以内了啊，据说。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好的这一个小彩，利用这个 bug。如果你是比如说速通的话，是有那种可以跳关的速通，还有就是从第1关到第8关不跳关的速通，那个好像是10几分钟啊，我忘记了啊，好像是10几分钟，没有那么变态啊，这个反正也是一样。好了，一顿顶。直接从上面走，好了，大跳跟小跳运用的非常非常屌啊！然后近距离之后呢，直接打死。其实咱们这个喷火小库巴龙啊，其实真的对咱们威胁来讲很小的。小的时候觉得很着急，总想跳过去把钥匙吃了，然后呢，那个楼梯一撤，这边的这个龙一掉下去，咱们算打败它了。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秒掉的啊！有的时候很多玩法一整就这个思维定式了啊。好了，看看现在顶上那个小云彩啊，小云彩有一个小太阳镜往下扔东西，无限扔啊，真心是有点赖的啊。好了，看看现在一顿跳。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小瘪盖虫或者是小乌龟非常惨，一旦在2个管子中间啊，你要把它踩完之后再踩一下，它就噔噔噔噔，就这样无限噔啊，真心是赖。好了，进这屋里面的话，应该是有一个道具，对，如果没有道具的话，应该是不会进的啊。具体来讲呢，其实在楼顶上啊，好的，又是平移，可以看到直接下来，从左边一出，再钻，好的，这个 bug 玩的非常的皮啊！这个 bug， 好了，看看再跳这个第6关的时候，你看啊，第6关、第3关明显屏幕都白了啊，真心是皮。再来一个花，跳起来之后，发射的这个炮弹也不知道，也据说是那个库巴发射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谁发射的。但是呢，甭管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可以帮咱们踩一下。这个地图做的就比较粗糙了，哪有谁家的城堡是这样式的？尤其是砖墙的城堡，你还整个一银砖，这顶着银砖上脑瓜不得顶冒壳了有点啊！它这个明显好了，这个就是踩墙 bug， 它可以通过这个墙来踩过去。好了，可以看到很极限，看起来就跟被打到了一样。它在迅速的一个下蹲，可以躲过
火或者说等等的东西啊。这些地方呢，我看着啊，如果说我不了解 TAS 这个和这个游戏的一些细微的 bug 的话呢，我只能告诉你，我认为这就是作弊，我认为肯定是开挂了不死挂，但事实上真的不是啊。如果你相信啊，如果你了解这方面的这个游戏的这方面的这个设定和产业链啊，比如说你像有很多 FC 游戏的 bug 都层出不穷，它真没有必要说这个真是无敌的啊。如果说真是像你们想象中无敌的话，做出这个视频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好的，这地方玩了一个小技巧，看看这地方如果无限踩的话，它可以直接踩出奖命，但是咱们这位大神好像无心恋战啊，他只是告诉你可以踩出来而已，并没有玩的意思。最终呢，还是卡出了一个无限走的一个通关 bug。这些小 bug 啊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了解这个游戏哈，你就知道啊，这些小 bug 非常好玩。包括你在直播的时候啊，有很多人直播的时候一表演啊，总感觉就是哎呀真帅真酷，我不会玩。但其实呢，直播的时候啊和咱们打视频呢，那 TAS 呢更不一样了啊。直播的时候跟打视频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你打视频的时候呢就很难受啊，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你打视频就这样吧，就是说你打的时候呢就会紧张，就会失误，一旦有失误你就会着急，越着急越失误，然后就直接炸房了，心态就爆炸了。任何的高手啊都有在失误的时候，除非是一些极为套路的游戏啊，就很少出现失误，就靠那种反应速度，真是靠反应速度的有点难啊，有点难的啊。就是包括你像玩那个合金弹头，比如说合金弹头3这个游戏啊，就是在这个卡隆那一关，就是上面祭坛那一关啊，那一关的话，基本上任何的高手都不敢说我100%每一次玩我都能一命通关啊，不敢保。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啊，谁都不敢。包括你像那个咱们玩三国战记秒杀，你三国战记秒杀也一样，我秒杀，我说我最多能秒杀20个，我们2个人玩。但是呢，为什么都有一个保底呢？表演的时候我保底，我最少能保18啊，什么保17。啊，然后保底，然后剩下的如果突破了就突破了，也是这个意思啊。其实都能秒，都有这个技术，只不过这个一玩呢就会出现失误 ，TAS 呢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包括咱们做好的视频也一样。好了，可以看到7-4，也就是说这关完事之后呢，只有8-1，也是大家伙儿非常熟悉的一关啊。整个这个8-1的这个剧情呢是第4关最长。8-1的第4关呢，它有迷宫的效果啊，所以说非常的长。而这个7-4的话，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而且没有任何的道具加成，咱们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一路向西就可以了。从第8关开始呢，1、2、3都是铺垫，第4关也没有道具收集，但是第4关呢，确实是各种迷宫吧。有很多人因为不会走这个迷宫啊，所以说小的时候好像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是冒蒙着通关，不知道怎么走通关的。好了，这地方有一个奖命的蘑菇，道具的一个搜集。好了，看看再一顿神跳，实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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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起跳。好的，看看跳过来。感觉这就是完全不停顿啊，玩的非常溜。当然第1关呢，这个8-1的时间也还长吧。如果咱们人脑玩啊，就肯定是时间非常长的。它就是左右非常远。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不会玩的时候，经常在这一关的时候呢，就慢慢玩到最后都已经提示你都快到时间了啊，音乐都变了的时候呢，我才那个知道。还刚才这个技巧，它是直接利用底下那个大弹簧呢，直接弹到的顶上把奖命蘑菇给吃了。这个设定啊，非常的给力啊！咱们玩的，它直接穿透了这个砖块。好了，再往前走。好，再踩，我去，秀到一憋，非常漂亮。咱们看玩了，利用小乌龟，然后再加上2个炮弹，玩出了新的高度。这样的话，看看8-3应该是最快的啊，这个就没说的，大家伙都了解。然后8-3一条道直接走。马上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具，小花。我仿佛在镜头面前看到了一朵小花，头上戴个发卡啊。这个有点像长城，看不见？这些砖墙啊，设计的非常好的。那地方有一个隐藏的道具。
好了，第3关时间非常短，第4关的话呢，咱们由于过关的时候呢，需要走迷宫，需要走管道，所以第4关如果你不想无限走的话，那就只能是稍微的蒙一点，需要进管道的啊。开局一顿神跳，没有什么道具的搜集，先是一条道走。好了，直接进管道，然后从另一个管道再出来。它这个设定啊，正常进管道很多人都是说要吃东西。好了，在这边又是利用墙体的重叠跳的 bug， 然后进入了咱们的下方，然后回身又落地，直接进入水关。这也是整个游戏最后一关当中的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啊，还能进入水关的地方，然后直接过图下蹲。他吃到哪个点？好的，其实想一想啊，感觉好像就是无敌的一样啊，这个真心变态。不过我觉得设计这个游戏的人很傻呀，难道大家伙不知道那是火球吗？那请问在水里面怎么有火球呢？有点不要脸了，是不是啊？当然呢，最后呢找到了真的公主啊，两个人幸福快乐没羞没臊的生活在一起。当然这次的搜集呢跟搜集金币不一样，这个呢还是没有那么太极限，总体来说非常精彩，也是把很多的 bug 展现了给了大家伙，所以说大家伙看过就好啊，这个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好，那么今天的小狼视频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小狼，咱们下期再见。